母舰辽宁号正式投入使用。10年来，我国拥有了辽宁号、山东号以及福建号航空母舰，探索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航母发展之路。其中，辽宁舰功不可没，为我国航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这10年是我国航母舰队挺进深蓝的10年，也是我国人民海军阔步向前、不同凡响的10年。辽宁号航空母舰正式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，舷号16，是我国海军的第一艘航空母舰。辽宁舰员为苏联海军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空母舰的2号舰，原名为里加号，后更名为瓦良格号。瓦良格号的建造工作于1991年底大约完成了67%，随后由于资金紧张而处于停工封存状态。我国从乌克兰获得瓦良格号时，该舰的关键组件已经被悉数拆除，船身表面也已经锈迹斑斑。瓦良格号于2000年6月启程返回中国，一路上经历了重重阻碍，最终于2002年抵达了大连港，整个航程超过15000海里。辽宁号的改造工作于2005年开始，动力系统、防空武器、飞行甲板、舰岛改造等工程都开始有条不紊地推进中，相关的人员培训也在持续的进行之中。2011年，辽宁号航空母舰的各项改造项目基本完成。2012年9月15日，辽宁号正式进入人民解放军海军序列，成为我国海军有史以来的第一艘航空母舰。辽宁号的标准排水量约54500吨，满载排水量约61000吨，长度约306米，宽度约75米。作为我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，辽宁号在问世之初便是当时亚洲吨位最大的航空母舰，远超印度的维克拉玛蒂亚号以及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。我国的辽宁号采用了常规动力系统，主动力单元包括8台蒸汽锅炉和4台涡轮机，总输出功率达到20万轴马力，航速可达32节，续航里程可达8000海里。辽宁号拥有近2700名舰员，共同维护着这座海上堡垒的正常运行。尽管辽宁舰由苏联的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空母舰改造而来，但是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。我国对辽宁舰的改造几乎是从零开始。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空母舰是苏联海军的第3代航空母舰，当时被称为重型航空巡洋舰。在搭载舰载机的同时，其前部的飞行甲板下方配备了12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，用于发射花岗岩反舰导弹。我国的辽宁舰在改造过程中直接去除了这一结构，一方面令飞行甲板更加平整，另一方面也扩大了舰内的空间。我国不但在航母结构上进行了大量的优化调整，而且配备了先进的国产雷达和电子系统、通信系统、武器系统以及国产的拦阻索系统。苏式航母的发展方向与美国截然不同。以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空母舰为例，其设想是集合舰载战斗机与重型武装于一身，即使不依赖舰载机，也具备比较强的进程火力。而美国对航母的应用则偏重于编队作战，航空母舰的主要战斗力量是舰载机，航母本身通常仅配置小型的防御武器。这种以航母为核心的编队作战体系，是目前世界航母发展较为主流的方向。我国在航空母舰的运用上，也更接近这一策略。我国辽宁号的核心防御单元为3套国产红旗10系列防空导弹，以及3套国产1130近防炮。此外，还配备了反潜武器和泊条干扰系统。红旗10是我国独立自主研发的近程防空导弹系统，射程在10到12公里，飞行高度低至1.5米，可以有效应对各类亚音速和超音速目标。我国的1130近防炮是同类武器中的佼佼者，采用11管加特林式布局，可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，最高射速达到每分钟11000发。
具备非常先进的火控和雷达系统，最大射程在5000米左右。1130近防炮的反应速度极快，能够应对低空掠海目标和各类超音速武器，两者共同组成了坚固的近程防空网络。舰载机是航空母舰最重要的进攻手段。我国的舰载机发展几乎是从零起步，相对于陆地起降的机型，舰载机对机身材料、整体强度和气动力布局等方面都有着严苛的要求。由于在航空母舰上进行起降操作的难度大幅度提升，所以对驾驶员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。我国的舰载战斗机是于2009年首飞的歼15重型舰载战斗机，其综合性能可以比肩美国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，具备一定的后发优势，在部分领域的装备更为领先。歼15的最大起飞重量达到32.5吨，载重能力达到6.5吨，采用2台国产涡扇10系列引擎，单发推力可以达到90千牛，最大后燃推力高达132千牛，远大于美国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。其发动机推力表现在世界舰载机领域中，仅次于美国的 F-35C 战斗机。歼15的极速可以达到2.4马赫，也就是每小时2550公里左右，升限在2万米左右。在同类机型中，歼15的极速和升限表现最佳，显著领先于超级大黄蜂和 F-35C 等机型。我国的歼15不仅拥有过硬的综合性能，还配备了先进的国产武器，可以发射反舰导弹、反辐射导弹、空导弹、反舰巡航导弹等精确制导武器，还可以挂载航空炸弹和各类电子吊舱。歼15的代表性武器包括我国的鹰击9遥反舰导弹和霹雳9近程空对空导弹等等。鹰击9遥具备威力大、射程远、速度快等特点，极速达到3.5马赫，射程在150公里左右，能够对大型水面目标进行有效打击。霹雳9近程空对空导弹的极速可达3.5马赫，最大射程35公里左右，采用了非常先进的制导模式，一旦被锁定，便有极高的概率将目标击落。除了拥有性能优异的舰载战斗机以外，我国还拥有一批能力卓越的舰载机飞行员。舰载机飞行员也被称为是刀锋上的舞者，驾驶舰载战斗机在航空母舰上进行起降操作，对飞行员的要求非常高。在歼15研发过程中，凝聚着我国大批精英试飞员的心血，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正是他们为我国初代舰载机的使用提供了宝贵的飞行数据，为歼15投入使用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通过辽宁舰的相关经验，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于2019年投入使用。与辽宁舰相比，山东舰的舰岛设计更加合理，飞行甲板和机库的面积得到增加，能够携带和停放的舰载机数量也得到提升，滑跃式甲板的设计得到了改进，进一步提升了舰载机的飞行效率。山东舰的满载排水量在6到7万吨，长度和宽度与辽宁舰几乎相同，但是结构设计更加合理，标志着我国在航母领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。山东舰的舷号为17，是我国第2艘航空母舰，由此中国海军进入了双航母时代。在山东舰入列的短短3年后，我国的福建号航空母舰正式完工。与我国的山东舰和辽宁舰有所不同的是，福建号采用了平直甲板，并应用了我国自主研发的电磁弹射系统。这意味着我国新一代航空母舰战力的大幅度提升，舰载机数量得到大幅提高，舰载机的类型也将全面放宽。我国的福建号航空母舰预计将在不久之后投入使用，高达8万余吨的满载排水量，也令我国成为除美国外第一个拥有超级航空母舰的国家。10年来，我们从辽宁号到山东号再到福建号，虽然是我国海军发展的一小步，但却是我国海军挺进深蓝的一大步。这10年既漫长又短暂，漫长的是它凝聚着无数人的期盼和心血，短暂的是这10年我国航空事业发展之迅速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作为一个海洋大国，3艘航母只是一个起点，
未来，我国的航母事业还将取得更多非凡的成就，挺进深蓝，未来已来。